楚风少侠，那里不就有一座传送阵法？你可以通过传送阵法直接离开，他们抓不到你的。说话的是龙四道长，而他指的方向乃是刚刚楚风走出的结界大门。那个结界大门在楚风出来后就已经有了变化，楚风也知道他已经变成了一道传送门，再度踏入将被传送出这座遗迹。甚至楚风对这结界大门的了解远在9位道长之上，毕竟楚风是得到了宝藏的人。说的简单点，这座传送阵法其实是为楚风准备的，而不是为9位道长。可哪怕知道可以用传送阵法离开，但楚风心中却依然没底。那声观察不出的轰鸣来源，谢天那自信满满的模样，都在提醒楚风，事情似乎并不简单。于是看向龙一道长，前辈晚辈便实话实说，我与七界圣府已是结下极大的恩怨，他们是非要抓到我不可的。七界圣府也知道我在破解遗迹，宝藏被取，他们多半会有察觉，但他们似乎并不慌张。晚辈觉得七界圣府是有备而来，他们必然有着他们的底牌，因此这座传送阵让我难安。当然也可能是我多虑了，所以我希望9位前辈与我同行。若是真的遇到麻烦，9位前辈能够助晚辈一臂之力，至少帮助晚辈摆脱七界圣府的纠缠。当然若是9位前辈不愿意，晚辈也能够理解，晚辈可以自行解决。听闻此话，除了龙一与龙二面色不改外，其他几位再度面面相觑，情绪很是复杂。龙三道长、龙四道长与楚风不熟，他的表情明显是不想帮这个忙，毕竟七界圣府的实力他们也是了解的，他们不愿得罪。但其他几位道长与楚风好歹有些交情，看得出来他们是想帮楚风的，可碍于实力，他们不敢做这个决定。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决定的便只有龙一道长与龙二道长。就在此时，龙一道长也是直接开口，楚风少侠，我们同行，就算与七界圣府撕破脸皮，我图腾9道也会护你周全。听闻此话，除了龙二道长外，其他几位皆是神色大变，无论是想帮的还是不想帮的都很意外，就算与七界圣府撕破脸皮也不在意，这样的决定是他们所没有想到。大哥，龙四道长立刻开口，可他刚开口，龙一道长便立刻开口，先不要说话，等我说完你们再说。他说话间伸手摸向耳朵，随后竟挖出一条虫子，但仔细一看，那虫子是件宝物，并且蕴藏阵法。他掌心托着虫子，看向其他几位道长，我们此次的确拿到了借天染的破阵顺序，可老夫凭借此物，隐隐间能够感觉到有人暗中观察我们。自打进入遗迹那一刻，我们似乎就被监视了。对方手段高明，起初老夫还不确定，但后面老夫确定了，我们的确被监视了。监视我们的人必然就是七界圣府的人，借天染是故意将他破阵的顺序泄露给我们，他想利用我们来验证他那阵法是否可行。若是可行，当我们拿到宝藏后，他便会从我们手中夺取；若是不可行，那我们就代替他来牺牲。我们看似捡了便宜，实则被他利用。听到龙一道长这番话，其他几位长老顿时面露怒色。该死的借天染，他们其实也有怀疑，毕竟借天染的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搞到的。见龙一道长这样一说，他们也都确定了自己的怀疑。楚风少侠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而七界圣府却是将我们推向死亡深渊的罪魁祸首。此次若不是楚风少侠，我们兄弟9人必死无疑。老夫实在是找不到不帮楚风少侠的理由。话到此处，龙一道长看向龙四道长，老四，你刚刚是想说什么？龙一道长看向龙四道长，龙四道长立刻表态，大哥，我想说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龙一道长点了点头，旋即看向其他几位，其他兄弟可有意见？我们支持大哥，我们必须支持楚风少侠。其他几位道长纷纷表示赞同，多谢9位前辈。楚风施以一礼，楚风少侠切勿客气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龙一道长又回到楚风近前，将先前被楚风拒绝的乾坤袋又递给了楚风，这个你还是收下，切勿拒绝，否则便是你不愿结交我图腾9道，那晚辈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见状，楚风也是顺势接过乾坤袋，隆隆隆。可就在此时，这个阵法世界的天地开始剧烈颤动，莫说大地，就连空间都出现裂痕，一股恐怖气息自那道道裂痕之中释放而出，这阵法世界就要毁灭，并且这毁灭的力量也会摧毁阵法世界内的一切。楚风少侠，我们该走了。龙一道长说道。楚风没有说话，而是御空而起，来到结界大门之前，他捏出了一道特殊法诀，随后那结界门发生了变化，竟隐隐间浮现出特殊光芒。9位道长，你们谁先离开？楚风问。楚风此话一出，几位道长都是有些不知所措，但龙一道长还是应道，都行，那便由晚辈决定吧。楚风说话间，法诀变化，一道光束便自结界大门释放而出，笼罩住了龙一道长。龙一道长被笼罩之后，便被那光束吞噬进了结界大门之中。紧接着，楚风将光束依次笼罩其他几位道长。当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楚风才解除法诀，他直接踏入了结界大门之中。踏入结界大门，楚风进入了一个传送阵隧道。借天，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是故弄玄虚，还是有着真材实料吧。